这是广西，它是你书本中的10万大山，也是被时间冲刷得很慢很慢的北部湾沙滩，是地下世界悄然展开的另一重维度。不过最重要的，它也是我们这次国道219其中的一个答案。219，我们来了。这应该是已经死了。螃蟹。来北海一定要吃一次沙虫。10065公里的行程了，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。吃一碗面1个饺子，老板给了我5000块钱，贴着边境线在走。传统的打糍粑，很高的人还是不要来。2199527的界位。我们有水鞋给你穿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你要有那么高的水鞋可能才好。我们那种话呢，到这个地方，所以说你还是穿这种鞋比较好一点。我特意找师傅说了。提起广西，除了甲天下的桂林，还有一个名字和地理位置有点互斥的地方，这就是广西最南端的沿海城市之一北海。作为我们这次国道219的第一站，自然不能错过这里。当然还有一个来这里必须要体验的特色项目——赶海。好像啊，走水路啊，走水路哦。这是我第一次赶海。我们从红树林下去之后，现在开始有了海天一色的感觉了。海的那边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走之前，然后那个营地的大姐，然后让我把这些螃蟹什么替它放生了，希望它们快长大。长大了还得被人抓呀。这个蟹看的品种有点高级，上来就扎进去了。你待会儿往旁边放放，你到中间一抬走的。这个还是有点深的。哎，我又抓了一只。大哥来赶海，带着我们打个下手。这捞出来东西都是我们的。这个大。什么？没有。有。你负责。哎，好了。据说这个最高的地方可以从整个这个往底下这儿，然后直接淹到最上头。这目测有3米多，3、4米吧，都得有。海里的河豚有毒的啊！吓死我了，我害它咬我。走吧，你游走啊！不跑啊你？它不跑，它特别老实。你别碰它啊！我知道。这么大，这应该是已经死了。它只要是洞就可以抽一下呗。要不要试一下？试一下。你看着洞你就抽。抓着一个了吗？咱让徒手抓着一个。100多呢。金虾。压下去。它这个转这个压的。你再栽进去。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。这都是虾嘛，一大兜螃蟹还在动呢，我第一次看到动的海鲜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今天收获还可以。我觉得也还可以，毕竟是第一次嘛。作为体验，我们的水平自然是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收获，所以海鲜市场可能才是每一个赶海人最终的归宿吧。哦，34块5，34，25。那家伙，蹦跶的，哎呀，这啥鱼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吃过。你买的这个叫沙丁鱼。沙丁鱼，皮肤上这个就跟心跳一样。老板说来北海一定要试一试沙虫。人家2个都生气了，现在很有营养，现在便宜多了。尝尝就少来点。拿一斤试一下吧，你2个，这个可以打汤煲粥，你怎么做都可以。沙虫是吧？沙虫。我想起来那个沙丘了。市场上这个鱼的种类太多了，好多没吃过的呀。这个是野生的，也好看也好吃。哦，这个小螃蟹，你看，这怎么卖的呀？25一盘啊，2块一个，25一盘，然后2块钱一个大生蚝，这边就是生蚝自由。北海除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捕鱼业，同样也不缺乏历史的底蕴。眼前的北海老街始建于1821年，作为通商口岸使用，曾经设立英法德领事馆，因此这里有着岭南地区最长、保存最完好的一种叫做骑楼群的中西融合的特色建筑。
从最初的几百米扩建到现在的将近2公里。所谓的骑楼，就是临街店铺组成的一组长廊，既可以遮风挡雨、躲避烈日，又可以作为店铺和街道的双向延伸，前店后居，兼具美观和实用。北海的节奏很慢，慢到不想让人离开。来海滩边欣赏日落的，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本地人。我们站在其中，也会慢慢被这种节奏所沉淀。其实有些地方的美，不在乎它有多么的惊艳，而在于它愿意让你把时间和生活都一点点地放下。慢慢地告别北海，我们来到了同样是沿海城市的东兴市，也是我们这次反穿国道219真正的起点。从这里，我们将真正的踏上这条此生必驾的国之大道，和这段此生难忘的经历。这是我们来东兴来的第一站，京族博物馆。这儿有这个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，叫做京族。他们的捕鱼方式很特别，就是踩着高跷捕鱼，但是现在已经属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，所以就只存在于表演中了。广西说是全国平均寿命最长的一个省，这些都是长寿的老人。这就是1920几年啊，到现在应该是多大了？100多，都100多了。考一下你们啊，这个字念什么？老六。还念南，这些所有的这些字都念南。如果说老六的时候，也是可以说南。高跷捞虾啊，这是捞虾，不是捕鱼，捞虾。啥也不想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拍着拍着突然没电了，然后我们走过去了以后，不是没电了，你没卡了，跟个傻子一样，做了半天动作。一看没录上。在我身后的就是山海相连广场，象征着中国的这个海岸线，应该是最西边的中国的海岸线和中国的陆地的边界线相交汇的地方，所以是一个红，然后一个蓝。从这块界碑开始，我们就要开始我们整个2191万065公里的行程了。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。219，我们来了。这是我们219的第一个整数，1万公里。老板给我们让我们尝尝越南过来的菠萝蜜。这期的标题就可以起成什么？我们吃了一碗面一个饺子，老板给了我们5000块钱。那你们就自己随时都能来回的。这个才能啊，只有这个就不用办什么乱七八糟手续直接来回自己。对啊，这个去边防大队边防大队去办就得了。好。此处为国防护栏专用预留通道，如需出入，请拨打以下电话进行报备。那边应该就是越南，我们现在就是正儿八经的贴着边境线在走。离开东兴，我们真正的进入了广西的10万大山。原来一直以为这只是个夸张的修辞，但当我们真正的置身在这连绵不绝之后，才能够理解这种写实所带来的震撼。如果说桂林山水真的甲天下，那可能广西处处是桂林吧。同样的喀斯特地貌，山水的轮廓没有少1分的柔美，但是却少了人潮的喧嚣，多了一些难得的安静。明氏田园没有桂林的热闹和火爆，却在更少的目光里保留了几分更完整的山水田园。今天是我们219的第4天，我们现在就身处在这有着小桂林之称的明氏田园里头，在四周全是这种喀斯特地貌。如果天气是在稍微的凉快一些更好，如果不想去桂林那么人山人海的地方，这儿倒是还是不错。
我现在是在天等县，被称为天骄之都的天等县。我们今天恰巧碰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民族节日壮族的这个3月3对歌比赛。请参加今天启动仪式的各位各支参赛队伍啊，按照指定的位置站好。我听明白了，3月3对歌王，就是3月3的时候大家都在唱歌，所以叫歌鱼节、歌仙儿节。你们这个是什么民族啊？藏族的，都是壮族吧？藏族的啊，我以为好多民族各喜欢。啊。演唱表现力强，理解歌曲内涵熟练，把握到位，占2分。这是传统的打糍粑。你一个拉上来，再打到对方，来挪下来，两手一起盖到这里。要马步用力啊，这样子才对。哦，对了，哦，啊，就这样才是啊。来了，自己来了。来了，这是我自己打的，手里要点水。快点，别倒出来。那个瓶子的也都是这么倒出来的。这是现场编宽扇，这是扇子。您编这个多长时间能编一把啊？40分钟，40分钟编一把，就这样踩着，然后一点一点的编。广西天等。从最初人们站在对面的山坡，用歌声代替语言，一问一答，一来一往，吃着五色糯米饭和糍粑，到现在他们在更大的舞台，让这份古老的表达继续以新的方式存在。每年3月3的这一天，当歌声再次响起，你依然能够听见这些从山野里传来的回声。今天是219的第5天了吧，有点过懵了，后边我估计就不知道第几天了，慢慢的，这实在记不住，有3、4个月的时间，好几10天呢。我们现在是出了219了，然后在天等县这儿有一个龙养天坑看看，还没有到龙养天坑呢，这就已经，反正这种地貌已经出来了。刚才拍了一个小天坑。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东梦天坑，东梦天坑就是龙养天坑。看远处的人就跟小蚂蚁一样，很高的人还是不要来，还是有点害怕。现在这个草不是说特别的绿，但是也足够好看。一会儿我们下到这底下，可以在这个路上走一走。这儿有个断面，不知道未来的哪一天，整个上面这块又会塌掉，这个坑就会更大。石灰岩在雨水和地下河的长期侵蚀下，被一点点的掏空，暗河改道，洞穴坍塌，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演变，地表在某一刻向下打开，
形成这些巨大而深邃的天坑，垂直如井，四壁陡峭，但坑底却是一个春意盎然又充满生机的世界。所以很多人说这里像极了人间塞尔达。从上方看到的是地表的断裂，但是深入其中却像是进入另一个时间的维度。哎呀，这路还是不太好下的。下来还是挺好看的。我们现在已经下到坑底部分了。突然之间就起大风了，航拍还能抗得住吗？10万座大山又出来喽！我们现在在曲阳湖旁边，就是水上喀斯特的地貌，这儿有个观景台，需要爬10分钟才能到最高点。从这里爬一下还挺费劲，应该。快，加油，往上！啊，背后的风景还是挺好看的。在曲阳湖，喀斯特地貌不再只是山的形态，而是被水重新定义。这里原本是枫林洼地，长期溶蚀中被分割成孤立的山体，随着水位的抬升，低洼被淹没，山峰也从地表浮起，形成了这一片非常少见的水上喀斯特奇观。在这里，山不再连绵，而是以岛的方式存在，水面成为背景，而枫林成为点缀。我现在是在219、95、27的界碑上。刚才我们从龙邦过来，然后走219是反穿的这个路线，但是那边正在修道，所以现在正在找路。你看一下这儿能不能通到212国道上啊？可以是吧？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如果你不是为了专门体验219这一趟就完整的1万公里的话，其实广西段可以选择性的放弃，全是山，你不停在翻，不停在翻，翻吐了都快受不了了。云贵往来边关跨省服务驿站，云南界到了，到云南了。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延边公路的终点，然后这儿是云南界，从这儿开始再往前就是云南，然后这儿是延边公路的终点，上面有个路牌写着725公里处，同时也是广西和云南的交界。我们的219之旅从这儿开始就进入了云南，反方向的这儿就是广西界。如果分4段来说的话，我们219广西界这一段已经完成了，虽然里程不到1/4，但是进度已经到了1/4了。下一段云南界，耶！